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2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41.08，收盘价是352.56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61.53，最低价是在337.7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2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8914.07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5 倍量增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并且上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。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向上突破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回踩到338之后即被拉升，那然后呢股价一直是在当日K 线高位震荡。那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，那收盘价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也突破了350这个整数关口。那也就是说，突破了这个之前我们定义的横盘的这个压力位，也就是11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349附近。对，那么目前呢，股价出现了向上突破，那说明日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，因为在当日的这根 K 线不仅是收盘价突破了350这个横盘区域的重要标志，同时在当日也出现了新高，也就是361.53。这个新高我们是比较11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上方现在再次出现了头高，那么股价呢将会继续沿着这个多头的趋势会继续上行。如果股价出现回档不跌破330，我们仍然指的是11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这个重要标志位，日后回档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有上行的走势，或者说是继续保持目前的多头趋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 K 线信息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或者会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，收盘价会在35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在356附近是这个位置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我们给了两个收盘价点位，分别是335，在这个位置，还有一个位置是321，而实际在11月22日收盘价是在352.56，股价是出现了确实是出现了一个补量的上攻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当日的走势也基本相同，而且收盘价的性质也是相同的，就是都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，然后在358这个位置的下方。好，那么目前股价出现了上行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
对于11月25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仍然是取359，也就是这个位置。虽然啊，在11月22日股价是出现了新高，但是收盘价并没有站上之前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一个目标。目前仅仅是出现了头高，所以股价目前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啊，仍然是359。那么在到达359之前，我们认为如果股价出现低开盘之后，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，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352.5，将会成为一个压力。好，那么359如果被站上，第二个目标就是364，364如果再被站上，那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就是384，是这条水平线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也是前面的一个高点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目标仍然不变，还是309这个位置。我们来看看，那目前股价在到达309之前，两个重要标志位，一个是11月22日这根绿 K 的最低，在338附近，还有一个标志位仍然是330。那么股价一旦出现回档啊，在这两个位置会容易得到支撑，而出现再次上行。但是如果股价回档跌破了这两个位置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那么也就是说将会测试309。如果这两个重要标志位被跌破的话，那309如果被跌破，股价将会我们认为将会转为一个空头趋势。那继续向下的目标就是239，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12。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，在11月25日，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那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342这个位置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同时呢也是前面在11月20日出现的这根吊人线实体的下沿。那在11月22日我们会看到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。那么到了11月25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中绿 K 线实体的中线，也就是347这个位置。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347。在11月25日盘中，如果股价出现回档，在盘中如果能够在347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是一个低开盘、低开低走，然后呢在盘中是在347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在11月25日股价的收盘价很有可能会跌破5日均线值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347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25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97.7这个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，止损的位置我们是守20日均线值。在11月22日我们会看到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上方，所以这个仓位现在是应该是没有停利出场，是在继续持有的。那在11月22日收盘价在352.56这个位置，我们继续给出加仓建议，也就是加仓5%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的仓位会达到30%，成本价呢将会到达307附近。
好，那对于这样一个30%的仓位，到了11月25日，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是继续守5日均线值，我们守345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可以是停利出场。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守20日均线值，是在308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呢，就是从11月22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在352附近，一直到上方的361。那这个区域将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他们的目标是309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2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上方的359，也就是这第一个目标，到362，也就是11月22日这根 K 线最高是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压力位是364，第三个压力位是384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345到347之间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在335到337之间，它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然后第三个支撑是这个关键标志位330，第四个支撑呢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306到308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52，下方最低会到达340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4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5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48，最高上方会到达358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56附近。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4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11月25日特斯拉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，在2024年11月18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啊，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或者也可以称为叫小绿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这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那当周的这根 K 线，我们会看到成交量呈现的是大幅的量缩，然后呢，我们会看到 MACD 的指标和KD 指标呢，都是指向上。那由于这根 K 线有新高的出现，并且呢依然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，说明上方是有卖压出现的。那我们也关注到下方也含有
长长的下影线，那说明下方是有支撑的。那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根 K 线啊，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。但是呢，这个补量的上攻是有一个前提的，也就是在当周股价在盘中啊，当周股价是不能够低于340的。如果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可能继续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对，或者说是收一根起码是一个中绿 K 线，对，好。那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的走势。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K 线图解读的信息。我们预测在11月18日当周股价如果出现上行呢，收盘价会在335附近。如果出现下行呢，收盘价会在280附近。周中我们关注的是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1月11日当周 K 线的最低是在309这个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在11月18日当周股价一直是在309上方运行。那因此呢，股价是收在了高位。那么到了11月25日当周，如果股价上行，我们认为会收盘在370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。那如果是收在低位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30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周中呢，我们刚刚给出了观察位是关注340这个位置。也就是前面这根 K 线的实体的下沿。好，那么在当周啊，股价如果能够在340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上涨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回档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